条件多吃一点，但是也不要吃太多。哦，像阿杰这样子，一斤杀虫，2年，你慢慢吃，滋阴补肾。哦，条件好的买一点回去试试。啊，1斤也行，半斤也行啊，随便你啊。那这种呢，就拿出来，再给大家观望观望。刚才说到这里，我都。到那个餐厅了，我也说不下去了，啊！刚才就给大家在这个东西拿出来了。我们小时候就是海边太多了，随便捡。86年到90年，海边随便捡。现在呀，越来越少，现在没得捡了。以前叫湛江参，现在的没有得捡，现在叫什么呢？现在叫南海参。要我们的船队开到那个西沙群岛、中沙群岛这一边，那种叫海捕船。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海捕船？基本上我们昨天看到那些都是渔船，但是你没有看到海捕船。海捕船呢，没有网的，船上面全部潜水员，穿着潜水服，就到海里面摸的最多的就是他，因为他跑得慢，一般人都摸得到。我也去摸过，潜到8到15米水的深度。才会比较多。以前的小时候就是下这么深水，肚脐眼那么深水，半个小时提一桶回来。现在下到8到15米深水去摸这个东西。当然，海参的品种啊有400多种，这种是性价比比较高的。我哥的船队就到西沙那边去捉这种海参，但是捉了这个海参呢，我们也没有地方加工，也是卖给那些贩子。在码头附近用来加工。首先，你们这个东西呢，我简单耽误大家一点点时间，我说个几分钟，说个3分钟吧，3分钟我觉得够了。首先，海参呢拿出来，有贵的品种，几千块钱1斤的也有，几百块钱1斤的也有。这种小参呢，它是治肝的了。首先，海参为什么要治肝呢？因为活的海参人体不吸收它的营养。它一定要治肝，治肝的方法有3种，第一种叫淡肝，第2种方法呢叫糖肝，第3种方法呢叫盐肝。一般盐肝的海参呢都是不新鲜的了，那新鲜的海参呢一般都是用淡肝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我抓一把出来，给大家瞄一瞄，瞄一瞄，来，抓一把出来，看到上面是不是有一点灰白色？这个不是海参的原来颜色，是我们用淡干的方法把它保存干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淡干的海参它的泡发率是最好的。现在给你看了一条小小的，泡好了以后，它就是拇指那么大，这么长一条。海参跟沙虫不一样哦，要吃海参的话是最好1天吃1条，早餐的时候吃，是最补你营养的啊，补充氨基酸。容易生病的人，或者是体质不好的人，吃1条海参，这个东西呢，叫比超市里面的火腿肠价钱差不多。因为呢，我这里呢，1包里面有120条左右，它的规格是120条1斤的，可能会多2、3条，可能会少2、3条，数量越少，它就个头越大。这个是这种小海参啊，它已经是个头最大的，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了。给大家瞄一瞄哈，说一说2、3分钟。这个海参呢，淡干是用什么？刚才说的盐干、糖干你都知道了。盐干就是用盐去腌制它，然后再去晒干的，叫盐干。糖干呢，就用糖把它拌在一起，泡出这个海参的颜色是特别油亮的，就是糖干。而且糖干呢，的海参呢，它泡发这么大一条海参，它只能泡发长大3倍，它最多就是泡到这么大，它的这个手指，来，这个手指那么大，像我手上拿的这一条，泡的这么大，这么长，它不会泡的这么大的，因为这个是泡发率是4倍半到5倍才会有这个手指头那么大，这么长，啊，因为呢，我昨天呢也是太累了，我也没有时间去煮它，去泡它，泡海参呢要4天，用什么呢？就是用我们平时喝的这种便宜的纯净水去泡，啊，4天，先
把海参放到这个矿泉水里面，吸收一天24小时，放在冰箱里面24小时，让它充分吸收水分。第二天拿出来，把水倒掉，放在锅里面煮10分钟，然后煮软了以后，把这个海参剖开。剖开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所有的海参最有营养的就是海参肉里面那种黄色的拉丝，这叫海参碧，知道了吗？不管辽参也好，或者是我手上拿的这种小海参也好，最有营养价值的就是黄色那层拉丝。你剥开的时候，清洗它的中间，可能野生东西呢可能会有一点泥沙，不要省水龙头的水，开水龙头的水开小一点，一条一条的去冲洗。冲洗完以后，这里有个牙嘴，你把2颗牙齿去掉，那就 OK 了。然后再泡2天，它就会变成这么大，啊，然后呢，就用那种白色的塑料袋，把它，打个比方，我2公婆早上一人要吃1条，那我就2条，用个塑料袋装着，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保存8个月。泡好的海参8个月不会流失它的营养。我们一般的海参要泡4天会比较麻烦，这个呢买1斤就泡半斤或者泡1/3。如果你冰箱够大的，1斤全部泡完也可以啊。泡了以后呢，8个月，一天吃1条，120条。按你一天吃1条的话呢，4个月1个人吃就1包就没了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建议大家泡海参的时候尽量泡多一点。你用那个保鲜盒去泡，或者是用干净的容器去泡。海参最忌讳的就是泡发的过程中碰到油，这个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啊。像阿杰这种野生的这种小海参呢，就是价钱也不贵啊，反正这种纯野生的哈。但是还有一个事情没有跟大家说，荡竿是用什么来荡竿呢？你看它上面灰白的这层东西，就是用草木灰。知道什么叫草木灰吗？烧炭烧柴那种灰，把海参放到里面去吸收它的水分，然后再去晒干，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荡竿海参。什么样的海参都是这个方法是最好的，叫荡竿，泡发率最高。在荡竿的过程中，这种野生的海参它就会分裂自己的身体，所以呢，很多海参它都有裂口的，这个才是正儿八经荡竿的海参的出现的表现啊。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把它带走。这个是600块钱1斤，600块钱1斤，里面有120条，大概就5块3毛多钱1条啊。这个野生的有一些会个头稍微大一丢丢，有的也会稍微个头小那么一丢丢，但是它的数量都是120条1斤。这个海参蛮好的啊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，来我拿下去，这样去看会比较清楚。来，看不看？这个是要煲汤的。煲汤啊，清蒸吃的。野生的海参呢，它的刺呢很多的，养殖呢就一根很明显的，但是我们这边密密麻麻全部都是刺。吃完饭想睡觉啊？这个海参你闻它不香的哦，海参也一样没有保质期的哦，海参没有保质期的，你放10年都可以，你只要不泡它，不潮湿就行啊。平时怎么样保存呢？平时呢就是像刚才你们吃的海苔呀，刚才给你们吃的海苔呀，你其实这个东西你生活当中你都可以接触得到的。什么东西呢？我给你看看哈，刚才你们吃的海苔，它里面呢都有一包那个食品的干燥剂，看到吗？你把这个东西放到海参里面，然后你就不用放冰箱了，你10年吃它都可以。你知道吗？一个海产店最贵的不是海参，最贵的不是沙虫。开一个海产店，它里面的价值100多万、200多万、1000万的都有。最贵的是什么吗？最贵的就是鱼胶、花椒是最贵的。花椒是越老越好，跟我的橘红一样啊，是越老越好，越久越值钱啊。
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呢，这海参呢就没有什么说保质期的，反正你不潮湿，它放多久都可以。但是你泡的话呢，就建议你多泡一点啊。600蚊斤啊，600块钱一斤啊。喜欢的话也可以找我啊。这种海参性价比很高了，又便宜又经济又实惠，营养价值也高，保证你野生啊。OK， 想睡觉啊？啊，不睡吧？看一些便宜的东西，要不要看？啊？要不要看一些便宜一点的东西啊？要不要看？来到湛江，给大家看一些我们湛江最出名的一个海产吧。来，新鲜的，今天晚上你吃，这个是蚝豉，蚝豉，蚝豉。来，还有这个是我特别喜欢吃这个，过年到现在，这样一包我都吃了6包了。过年到现在都半年了哈，我吃了6包，基本上1个月吃1包。带团也好，今天晚上我也会在冰箱里面拿出来，放在微波炉里面叮一叮。这个是我们湛江本地前海的这种小鱿鱼，哎，给大家去看一看哈，冷冻里面拿出来的哈，因为啊小个，但是它肉很厚啊。平时你煲汤的时候洗一洗，泡一泡，把几个放到里面去炖那个骨头汤啊，炖鸡汤啊都可以。还有啊，平时做饭的时候泡一泡，剁2条，用来做那个叫做蒸肉饼，你可以试一下。我们原海人的吃法，蒸肉饼、剁肉饼。来，这个蚝豉啊，这个是鱿鱼。打开给大家看看啊！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也可以找我买啊。我给大家买的东西呢，都是品质保证，足斤足两啊。还有一个，来，这个东西呢，我也比较喜欢，这个小虾仔。平时煮饭的时候、煮菜的时候，我就喜欢抓一把；煮面条的时候也抓一把。当然，这个是不一样，这个都是生晒的啊。这个都是生晒的，但是这个虾呢是熟晒，这个都是很便宜的冰箱货啊，很便宜的。大家也可以看一看。我车头拿到车尾这样子，你有兴趣你就看一看啊。想带点湛江的土特产回去的话呢，也可以瞄一瞄。我知道吃完饭大家都很累，想睡觉啊，我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啊。看一看好的海产品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。哎，有没有人想看的？哎，这个120一斤，这是1斤，但是好多了。做饭做菜煲汤的话，就用了很久了。这是熟晒，熟的可以吃。而家我食嘅，我就加咗啲鹽落去噃。对，我们拿的都是湛江产的。海参以前是湛江产，现在的不是，这个是50，是小虾的50。呢隻100。烤乾是100啊，蠔豉啊，呢隻120。魷魚120，你有冇睇佢細隻？佢好厚肉，好新鮮啊，係好香啊！這個就本港有啊，這本港小魷魚啊。啊，不便宜，我挣一点点的。日本天气一天都喝30块钱水。啊，行，待会我登记要什么我说行了。这个东西我也记不住啊，试一下可以试，这个熟的，来看一看哈，有需要的看一看哈，望一望，有需要嘅望一望，呢啲都係冰箱上下，睇唔睇？啊，看唔看？本港小鱿鱼，特别好。来，看不看？看不看？看不看？这个可生吃吗？哪个可生吃？这个熟的，你可以拿一个吃。都可以生吃。你拿个试试。
不看？看不看？看不看？那个是下面小鱿鱼，等等，小鱿鱼。这下面虾是熟了，手上。鱿鱼也是熟的。鱿鱼不是。要煮的。那虾就直接这样煮了。呢個魷魚嚟嘅喎。呢個啱出市場，我啱嗰啲係100蚊4包。西山松，都是OK嘅啫。30米。啱唔啱啊？这个虾直接200只吗？這個蝦你隨便做飯做菜，你隨便吃。對，有人會，我們本來就家裡面去曬一曬乾，可以吃一下。就熟了嗎？熟了就這個顏色嗎？真的不是白色，要熟的，就是這個小蝦是我們為了保持它的新鮮度，漁民捉到它的時候就馬上把它加鹽，放在裡面煮熟，它的新鮮度才會保持在裡面。對，這個50，小蝦是50。呢隻點食到啊？生嘅喎，蝦係熟嘅喎。你攞條出嚟啦。啊，东西就说完了，我所有的东西都上架了啊！大家有什么喜欢的，到时候就跟我说哈。我也顺便把我刚才给你吃的那个2个小零食的价钱给你汇报一下，有兴趣的也可以看一看啊。来，今天做个宣传吧，我这边也不知道怎么说哈。这个给你们卖的海苔，想带回去给爷爷奶奶过来旅游，有时带什么好东西给我吃啊？这个巴坦木海苔，夹心海苔，不上火的，而且我很有良心，我给你卖的都是大罐的，里面有42克，净重42克，有22片到23片，里面就给你们吃了啊！如果喜欢买的话，就带回去，日期很新鲜哈，这个是厂家生产的，日期很新鲜，是2026年4月19号的，保质期是18个月，18个月啊。这个呢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钱，给你买的大罐的，可能你们去潮汕、去厦门，可能买的都是小罐的，他们那边也卖这个东西，我不敢说哈，但是我给你买的是大罐的啊。这里是100块钱8罐。啊，50块钱4罐啊，这个东西呢，你觉得 OK？ 这几天阿杰的服务跟司机的服务还可以的，也可以支持一下我们的工作啊。带点回去小特产，这个东西不上火的哈，这个东西不上火的哈，是即乾嘅，我唔識得普通話點講，即乾嘅，唔係烤嘅，即乾嘅，即乾的，就是那種科技，就是用那種高端技術把它即嘅，識唔識咩叫即嘅？普通話說不出來。即乾的，這個不上火的，啊，這個不上火的哈，這個不上火的哈，即乾嘅。對。這個不懂怎麼說哈，這個小魚呢是這樣子的哈，給你買的都是新鮮的小魚，原味的。如果你要做飯做菜，我們湛江人窮啊，我們吃飯的時候。早上我們喝白粥，就像你今天喝的白粥，我們不送副乳，我們在冰箱裡面拿個小魚出來，放在白粥裡面，幾個小魚就可以下一碗粥了。啊，中午我們天氣太熱了，我們吃不下飯，我們都煮稀飯吃，啊，我們就拿這個小魚出來，下白粥吃就行了。這個下酒我告訴你，你到菜市場買2、3塊錢的韭菜花。然後呢，就跟這個小魚一起炒，再加幾個鹽油花生米，就是湛江的小炒丸，啊，這個是一包是250克，250克，對，半斤，一
就是100块钱给大家4包，50块钱2包。对。对啊，喜欢的就这个哈。来，今天给大家做个宣传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兴趣哈。化菊红也买了10包吧，还剩下个几包，那我今天就做个宣传哈。买沙虫的有喜欢我这个湛江最驰名的海产品啊，不是最贵的，但是最驰名的这1斤的沙虫啊，听我说了哈，滋阴补肾，加我微信，你不懂要什么方我随便发给你，滋阴补肾，止尿，老人、小孩、男人、女人都适宜的这种杀虫干，来做一个宣传啊！这个东西是我家的，来买1送1，啊，买1送1，这里卖100块钱1包的，来买1送1，这样给你哈。啊，喜欢杀虫的跟我说哈，买1送1，现在是买1送1，1斤送1包，你要半斤也行，半斤没有1包送1个，来我这里有打开的，你要半斤400块钱，我给你送1个。对，反正你都看上我的好杀虫的，来给你送1个啊，买半斤送1个，哎，买1斤送1包，反正，送半斤小鱼吗？可以啊，对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哈，你买半斤也可以，来这里有1包里面有3个，买半斤的话我给你送1个，送1个也33块钱了，来这样给你。半斤哈，这里是1斤，给你半斤的话袋子小一点，我的东西你都放心拿过来，你看到好了你再给钱，跟我的一样你再给钱，然后呢都是给你说的净重，这里是507克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塑料袋有7克重，这个塑料袋有7克重啊 ，OK， 对，7个，哎呀，这个海参也一样了，反正我的菊红还有剩下来的，买1送1，600块钱1斤，买1送1，买半斤送1只，就这么简单。啊 ，OK 哈，喜欢就找我了，我就不说了，一说全部都睡觉哈，嘿嘿嘿。啊，我也理解，中午刚吃完饭啊，都累，想睡觉啊，那就睡呗。好了，哎，到我家了，我就住在这，但是今天这个天气要遇那一场大雨哦，这个大雨可能要下半个小时哦。这个是湛江唯一不靠海的一个公园，我就买在这，我家的房子就在这里。16年的时候买的还比较便宜，啊，买了一套房啊，跟爸妈分开住了。以前都是小儿子跟妈妈，我们这边呢有个习惯，有个习俗，就是小儿子要跟老爸老妈一起住。但是我买的时候，我说老爸，你暂住一点咯，暂住个50万，我买大一点。然后你搬过来一起住，他说你脾气不好啊，又挑吃，又说我做饭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，我才不跟你住呢。他住的是3楼步梯房，以前的那个80年代的房还没有电梯的哈，步梯房，现在都后悔了，为什么呢？现在就说，哎呦，早知道给你个几十万，跟你一起住的，现在腿脚不好了，人老了腿脚不好了，你要走3楼的话。以前的那个楼房跟现在的楼房不一样哦，以前的楼房是没有打桩的，都是24墙的，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个，24墙就这么厚的墙，做个地台，做个地基，然后就这样建房子。我家里面就3楼，我家就住3楼。以前那种干部房都是这样子的，80年代的干部房都是这样子的，现在都后悔了啊。来，准备到海边了哈，我都不喜在海边住了30几40年了，我都不喜欢住海边了，我就16年买房子在这边。啊，我以前在农村，3岁的时候才出来市区的，3岁的时候才跟老妈出来市区的，以前也在农村，几兄弟姐妹都在农村。好了哈，我的东西就收拾一下了哈，该说的也说了。该搞的也搞了啊，你们该睡觉的也睡了。下一站哪里？下一站调顺岛祖庙。调顺岛祖庙啊。
服务中心。对，没有深圳那么繁荣的嘞。湛江很多东西都比较好的，第一个，生活指数没有那么高，食材比较新鲜；第二个，楼价没有那么高，交通也没有那么堵，啊，最不好的东西呢就太远了。第二个最不好的东西呢太热了，啊，就除了这两样，啊，什么？什么？肯定比深圳热，哎，台风的风口啊，这里啊，肯定比深圳热。深圳这按正常年平均气温，我们这边都高3度。给了，买了。要多少你拿？那你第一次那个虫子先把它扫一下，你今天还用一次喽？啊，对，你说哈，这个是熟晒的小虾，很百搭的，你拿回去炒辣椒也行，炖大白菜也行，炖那个什么什么瓜类也行啊。我煮面条我就喜欢抓一把进去，煮那个紫菜蛋花汤我就打一把进去。这个告诉大家很便宜的哈，这一大包啊，1斤重50块钱啊，50块钱啊，而且还是明天给你送货，都是冰箱里面拿出来，新鲜的给你带回去啊，50块钱一包啊。有，待会有什么要的找我来要好，我就收拾一下。来这里呢，就湛江最漂亮的地方叫金沙湾。这个东西我们明天再来哈，要不明天就没有行程逛了。哎，你好。他说没下来的，今天3块钱，不得变明。行，待会吧，待会我再登记一下吧。我得是买没看见的，我吃不开呀，他是看我生气嘛，他说他的鞋垫都快下去了，对吧？对，是嘛？你看金沙湾钓很多海的嘛，在这衡水游行。那是看码头了。在这第3里。那个不是一样，那个叫化橘红，中药。你妈的，这个人家还钓很多，你放条鱼。你买1斤沙虫，送你1包。桂子类称又是称经济。我只有2种滋补品啊，一种药品啊，所有东西只有药品，这个中药才是我自己的，其他都是拿最好的货源给你啊。然后呢，我也挣一点辛苦钱啊。你觉得司机这几天服务态度好的，行李帮你装的好的，你买海苔的钱是给他挣的啊。OK 啊，就那么简单哈。喜欢的话就带点回去啊。其他东西我也不好跟你说哈，就这样安排哈。你就听我说就行了，说明书你也看不懂。对，讲课你又不听，你又睡觉，是不是？睡醒了哈，睡醒了哈，来，这说明书在这里。这叫化橘红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哈，不要睡觉，马上到了，待会要叫行李哈。这里呢，就是待会我们要坐游船的地方。这里有个奥运女神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个从湛江拿的跳水金牌的一个运动员。这个运动员呢，他不是全红婵，是姓劳的，劳动的劳，叫劳力士。第一个2004年，就我结婚的那年拿到的奥运冠军。啊，这里是人工沙滩哦。你昨天看到的沙滩全部是天然的，这个是人工的哦。湛江市政府花了200多个亿，在这里搞了一个沿海的观光带，这叫金沙湾。我们明天再来哈，明天再来。
那待会在这边坐这个游船去游军港啊，在这边坐游船去游军港。哎 ，OK 哈，那对面那个就歌剧院啊，大剧院。对，下雨也不怕嘛，下雨正降温嘛，反正它也不会一天下到底的，它就下个半个小时就当降温嘛。我都哎呦1个多2个礼拜都没下雨了，晒死人了，祈求它下雨嘞。你下雨更好了，凉快一点嘞。今天晚上，你再不下雨的话，空调又不够用了。OK， 来大家看一下这里，这里就跟你们深圳湾一样哈。这里是海边，原路全部红树林，看到吗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这个全部都是红树林，看到吗？外面的，对，不是椰子树外面的，全部是红树林。上面的很多都白鹭呢，全部红树林。这个红树林树龄都超过500年的，都是在湛江5线市区老的红树林，全部挖来这里种，人工种下去的。但是这个红树林人工岛非常的不错，景色优美。漂亮啊！后面还有栈道呢，跟你们深圳湾一样呢，有栈道呢，而且还免费呢，不收钱呢。啊，你说你明天要上那个岛看还要收费呢，60呢，那我就不收你的了哈。那想看了，这个红树林给大家去看，免费，好吧？明天安排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你看到吗？红树林有个栈道走到里面去的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哎，我看一下喽。看不到那没办法了，怎么看不到？怎么看不到？啊，你看到吗？走到后面去的，哎，这个红树林还免费，树龄都500年了，500年了，对呀，对，深圳的公园都免费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带什么客人呢？带内陆城市的不靠海的人，红树林就可以花这个60块钱去看，因为他没看过，懂吗？你们本身就住在深圳的，你深圳湾坐2块钱，你们还坐公交地铁还免费，你就自己那里看1天都可以了，还要收费，对不对？啊，深圳湾的比这里大多了。我实话实说，我也不是挣良心的钱。像你这个游军港，这个是湛江最有代表性意义的一个地方，不叫景点，叫地方。那是国防部给你开的这个绿色通道，让你们去参观的。我也是代表旅行社。代表你们的行程去收这个费去看，这个很有必要去看啊！一个可以检阅一下我们南海舰队的雄风。第二个，你们也有的吃，昨天晚上那个饭也送给你们了。第三个，也可以为我们中国人民海军做贡献，对不对？一举3得的东西，我叫你去看，没错的，对不对？那么60块钱你看红树林，我这里多的是，我也不忍心去收你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要收你们也不会去啊，就那么简单。OK， 我就不说了哈。条顺岛过了这个刚才的那个小堤，刚才红树林旁边是一个军民堤啊，叫军民堤，下面是通海水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来到这个岛上了。这个岛原来很穷的，就是那个村支书啊，在2010年的时候吸引了第一个投资商，哪里啊？就是今天早上你说的恒大集团，他很聪明。这个岛只有3.6平方公里，他卖地卖给恒大，他不卖土地，他卖海皮。你恒大要建房子，你自己填海建。我把村子的外面的海边，我不搞两子了，原来种生蚝的我不搞了，我全部卖给你，你就建房子，建3平房。哎，你看到这一堆，后面那一堆都是填海的房子吧？对，这个就是那个岛，不是这里，这是海花岛。你说的是海南海花岛，儋州的海花岛。恒大就是填海嘛，填海然后建房子。恒大来了，他的竞争对手也不落伍，谁呀？保利又来，保利来了，华发又来，华发来了以后，碧桂园又来，那7、8个房地产商把这个村给做富裕了，现在都变成土地主，他们又有土地赔，又有股份分，所以这个岛呢，还不忘老天保佑。我们是雷州人，我们各个神各个显灵，这里的神雷神，供奉的是雷神哈，待会大家就去看看，好不好？也不会停太久，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进去看看。
里的藏经牌位，雷神哈，扮演的位置最跑跟你。雷神，打雷了。打雷的雷神，现在你要拜他了，要不待会就下大雨了，麻烦了。这个是雷州半岛，整个湛江的另外一个名字叫雷州半岛。湛江有好多个名字的，法国人殖民统治我们46年，叫广州湾。哎，后来，雷州这个名字呢是1700多年前唐朝就叫雷州了啊。湛江呢是1949年9月21号全国解放的时候才叫湛江，以前不叫湛江市，叫湛江地区。我们昨天去的阳江，今天中午服务区上厕所的茂名啊，还有我早上给你说的海南岛，都是属于湛江地区。广西的还有北海、合浦、新洲、防城、玉林，都是属于湛江地区。以前建国的时候，湛江好大的，不叫湛江市，叫湛江地区，现在就叫湛江市了。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雷州半岛。对。阳江呢？哎呀，不要走那个小路，走大路。不，直走。那个阳江是湛江分出去的吗？78年，茂名是80年，广西是1965年，海南岛是1986年，清楚了吗？都分出去了，都是我们家的。1986年海南才建省的，原来都是属于湛江地区。OK， 来到了1.5个亿建的一个祖庙，叫调顺祖庙。对，到那里面去。对，到了哈，不要睡觉了哈。谁这么气派盖这么大的庙？不要睡觉喽，不要睡觉喽。进去看看喽。供奉的是雷公哈，雷震子雷公。它不是中国佛教协会的，它是中国道教协会的这个庙。哎，你深圳没有这么大的地方去做这个庙，我们这里地方大，然后在村中心给大家建了这个庙。这个庙是村里。1.5个亿，调顺岛啊，这里叫调顺岛，1.5个亿，给大家对一下时间，我们是2点10分吧，2点10分这里上车，然后到码头去坐船了。2点10分，2点10分回来哈，迟到不等。